好漂亮啊！如果仅凭一张车票从日本的最南端一路坐火车直达最北端，究竟会经历什么？这次我们挑战一路向北，纵贯日本。我们从九州温润的亚热带启程，跨越日本3000公里的狭长版图，最终抵达北海道荒凉的亚寒带极北边境。沿途的每一站，我们都会寻找最具当地特色的火车便当和美食。然而，突发的暴雪却让前方的路线接连停运。在一路的忐忑与未知中，我们能否如愿抵达这趟旅程的终点呢？影片的结尾，我们还分享了这次旅行的全部开销与心得。请准备好零食，跟着我们一起踏上这趟纵贯日本的火车之旅吧！大阪名古屋，欢迎你！东京了，仙台站到青森了，到达札幌，到直内了。出发日，我们要去坐车。日本的最南端。我们现在早上5点多在九州的车站中央站，但是很意外是所有的超市都关门了。对。开门了，开门了。哇，这真是好看哈！山川哈。我们现在上了我们这回的第一趟车，但是我们现在要先补给一下，吃点东西。就跟台湾的一样吗？方法一样。一样。翻过来，也拿出来，再翻过来。哇，好棒！由于日本最南端的车站没有机场，所以我们必须从鹿儿岛中央车站准时登上最早的一班慢车，前往此次旅程真正的起点西大山站。阳光越过地平线，城市渐渐被甩在身后，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窗外宁静的田园风光，恍惚间竟让我们想起了不久前那趟环台湾的火车之旅。在这场漫长跋涉的开端，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日本最南端的 JR 火车站西大山站，对，然后我们要从这里启程，一直去日本最北端北海道的最北端的稚内站，这是我们的一次新的挑战。这几天日本的新闻一直在播报，就是北海道那边下暴雪，叫猛吹雪。对，而且其实已经出现灾害，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到底最后能不能走到最北端，对，因为有可能它的 JR 车会因为雪而停运。所以说现在心里非常的忐忑，但是没有办法了，已经要启程了。对，那我们就只能看看后面能不能过去了。我们俩买了2张 JR 的车票，对，可以连续坐7天时间。那我们从西大山启程。西大山的这个站牌，日本最南端站，请看这里是一条铁轨，然后远处是火山，但是它其实长得跟富士山很像，是，只是说它在鹿儿岛，就是山上全都是那种绿色的树，是，可能更温暖一些。我们能看到那个云一直在山上这样来回转，而且这个站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牌子。来，咱们看看这个站行吗？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应该就在这儿，西大山，然后我们要去的就是稚内。你看，这是北海道。哇，其实挺远的哎。挺远的，3000公里吧。对，到最北端。是。北京到拉萨是4000公里，这是3000多公里。现在在我们身后呢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西大山站的黄色邮筒，说在这儿呢可以买一个明信片，寄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这个位置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和杭州的那个位置，所以呢我们看到后面呢竟然有棕榈树。虽然现在是因为是2月份嘛，我们这块感觉体感也是凉凉的。大家看我们穿的衣服呢，实际上是为了去北海道准备的。车站旁边的小店开张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章。水南鹿儿岛县产。红薯条、红薯干儿，你看片儿都有。一袋300块。
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到达智内，并且返回札幌，返回东京。日本最南端证明书到站证明书里面有一个，里边有章了，对，证明书，真漂亮。哎，这就是刚才咱们坐的火车吗？对，就是它。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去坐一个很特别的火车。对。我们开始北上的旅程了。我们上的第一辆车就是非常复古的一个 local train， 你看它都是这种小横排的座椅，然后它是布面儿，然后前面还有那个几个横着的那种横向的座椅，驾驶员前面是可以看到他开车的路的。对，而且这个车厢非常的短，对，因为它这个座椅全都是那种毛绒的那种针织的感觉，对，非常的软，感觉用了很多年了，不过也没有破损，老的电风扇，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把手。还有行李架，这边呢也有这个优先席，但是不一样的呢是在这儿呢有这种验票的这么一个小门口，然后这边就是驾驶员，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电子屏，就像公交车一样。在这里就是驾驶室，你看这驾驶室多复古啊！这还有一个反光镜，这边还有一个副驾驶。我们乘坐的这列老式柴油火车是日本国铁时代最后的通用型列车，它在鹿儿岛的指宿枕崎线上已经行驶了近半个世纪，保留着最纯粹的昭和印记。当海风从手动推开的半截车窗吹进车厢，这种原始又缓慢的体验，让我们想起了台湾南回线上的蓝皮解忧号。刚刚到达指宿站，马上要换我们最特别的一个列车，是我们预约的一个列车。对，叫做指宿之御手箱，是一辆黑白的火车，它非常特别。它需要单独预约的，一天可能一天3趟。我们要在那边坐车，所以我现在要提着我的行李上这个楼梯，因为这个站太老了，没有电梯，艰难的行走。这就是指宿站啊，这就是我们要坐的车啊，这边全是火车的贴纸哎。好了，我们在指宿站等着这个御手箱。今天你的衣服很配啊，黑白啊，我也是黑白。大金毛，指宿站的旧牌子吧，是木质的哎。门口的邮箱也是黑白色的。这本来是一个足浴的温泉的，其实下面是可以泡汤的、泡脚，但是似乎它现在正在修还是正在建的过程中。大概已经在这个椅子上这睡着了。嗨，豆豆。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车，这就是车站，你看有很多人都在等，而且有很多旅游团。是日本最南端，但是这2天呢也降温了，降温了，有点凉。对，因为北边是下暴雪，那南边也是有点冷。但是所以你可想而知，我们去的北方最北点得多冷，真是黑白啊！感觉很特别，很有仪式感哈。纯木质的哈，这感觉很漂亮啊。对，它是一股我从来没闻过这个味道。对，一股木头的味道。木头的味道，然后你看这边还有小孩专门的座位呢。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小孩的，可能这是家长，我感觉这是家长的位置，这是司机，你看，
这是木质的地板，哇！然后这边呢还有柜子，嘿，这个座椅好逗啊！它可以面向着这边的风景，因为这边是大海。啊，这个座位好棒！这个座位还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看一看整个的车厢，这边有一个门，它可以打开就过去了。这边更豪华一些，也是深色的。然后这边好暖和。这个车厢还有特点，他们的灯都是这种大的圆形的灯泡。在日本的火车都是双向开的，也就是车都不掉头。所以在我身后也有一个驾驶室。你要买什么呀？好呀。小桌板。我们约的这个位，我当时以为是靠海的那一边，但是没想到我们是靠山的这一边。因为我发现就是靠海的那一边，就是大家都是那种面对着海的那个座位特别好，但是都被抢光了，我也没预定上。因为他们都比较有经验，对吧？对，比较早啊。我买了一瓶汽水，然后还有一个它的车上限定的这种黑白的布丁，因为这车身是黑白的嘛，所以它的布丁也是上下2层黑白的。是气的吗？汽水。苏打水。就这个汽水稍微有一点甜味儿啊，然后喝进去之后，你就感觉嘴里没有甜味儿了啊。甜甜的，感觉里面有奶油的味道，很香啊，奶油的味道。我要尝一尝黑色是什么东西？黑色，吃起来像黑芝麻，是吧？黑色比这个白色的更好吃一些，有那种芝麻的味道。远处大海，纸素之玉手箱名字源于一段日本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相传年轻的渔夫浦岛太郎救了一只海龟，被邀请到海底的龙宫做客。临走时，龙宫公主赠予他一个玉手箱，并嘱咐他绝对不可以打开。浦岛太郎回到陆地以后，发现世间已过数百年，千古皆非。他在绝望之中违背诺言，打开了玉手箱。河中喷出一股白烟，他瞬间从黑发的年轻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今天，这段关于时间的隐喻被凝固在了这条铁轨上。我们品尝着特有的黑白布丁，闻着车厢里九州雪松木散发的香气，就这样摇摇晃晃地穿过时间。我们即将到达鹿儿岛中央站，从这里换乘九州新干线樱花号，去往今天的目的地大阪。这个火车其实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非常紧张。对，里面的装修其实是最有特点的。然后，但是呢，感觉它是比平常那个车要晃，我感觉。对，很晃。对，有可能它这车比较老，有可能吧。特别的晃。对，所以但是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就是看看景色啊，吃吃东西啊，其实很悠闲的。对。所以这个车晃不晃也无所谓。是。而且它这边就是叫鹿儿岛湾，好像是。鹿儿岛湾然后是大海，然后那边就可以看到火山。是。其实这边有很多山，跟富士山都很像。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chill 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好吧？对啊。ご乗車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降りの際はお忘れ物をなさいませんようお確かめください。这是鹿儿岛的便当，你看人拿一盒，然后我们一会儿要上新干线去吃。对，但是感觉挺大份的哎。鹿儿岛的便当的特点呢，就是黑猪肉。你看，好像都是黑猪肉的，然后它还有名字叫萨摩的，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这块好像有一个地方叫萨摩。萨摩，对。然后，那我们挑一份便当吧。2盒便当一共花了2450日币。你看它包装多好看，对啊，就像礼物，就那个伴手礼都可以了哈。是，他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它的生产日期，其实就是今天的，然后今天吃完就可以了。是。
本的这种地下铁到处都是吃的。这车好酷啊！真酷！大鼻子，然后还是蓝色的，像一只鲨鱼一样。哇，没有人。车站为川内、熊本、九流米、新鸟溪。我们的第一个新干线去新大阪。对，这个车叫樱花号。樱花号，萨库拉啊，然后整个又是那种木质的古香古色的感觉。这个你看，这个沙发座椅是比人还高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厚，对，非常包裹。然后整个座椅是那种毛毛的布面，很舒服。我看到它后面大件行李箱有位置，对，但是那个需要预约。对。然后现在我们这行李箱其实不算特别大的，对，小一点的，对，怎么办？我们没有预约，所以我也不能放在那儿。对，那我就放在前面，但是你看。我要坐在这儿的话，我膝盖就顶着这儿，就很难受，我感觉。开始测评了。好，那我们就打开第一个便当，来吧。鹿儿岛名物附赠了一双筷子和一个湿纸巾，我把它打开。哦，哇，这是一个轻便的泡沫盒。里面我还以为是跟台湾那种木盒呢。对呀，整个闻起来是那种海鲜味儿。米饭上面放了虾和这个鸡蛋碎。这个米饭里边像是有那种海鲜汁儿，不是米饭有那海鲜的味道，还有这是什么卤的那种，像什么素鸡似的那种感觉。是温的还是凉的呀？它是凉的。凉的啊。对，但是现在因为常温放着嘛，感觉有点闷了。好像也不能加热这盒哈。不能加热。旁边都是一些小蔬菜。这种炸虾没有它上面放的虾好啊，因为它里面还包了面炸的，现在放的有点软。我感觉整个饭有一种甜口的感觉，甜口有一点菜发甜。台南口味。如果满分10分的话，我给个6分吧。哦，它还有说明书呢。你看，鹿儿岛食材，加什么等于黑鳝。哇，这是竟然是2层，这也太值了吧！这是黑猪肉，这是它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这一餐好补肾啊！香哎，猪肉有点像牛肉的味儿，这可能是它黑猪肉的特点。就一口黑豆。这是鱼饼吗？是这个饭，我觉得我给7分吧，比你高1分。你看我这里面肉很多，对啊，各种的菜很丰富，我觉得这个我比你那多1分是对的，是吧？是。我们现在已经坐了有3个小时了，还没有到大阪。感觉车里面现在应该有20度左右吧，我感觉挺暖和的。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沙发这儿睡了一觉，非常舒服。沙发椅还是很大的，它能把头支撑住，然后人也不会特别的难受。这个车确实非常快，然后能感觉到这个车其实挺吵的，持续的比较吵吧。然后因为太快了，耳朵的压力也感觉一会儿有变化，就是觉得就是要吞一下口水这种感觉。哇，这么快的车都有 WiFi？欢迎使用。也就是说，我现在登上新干线的这个火车，我应该是所有的这个新干线都可以连它的这个 WiFi 的。告别了九州，我们搭乘樱花号新干线一路飞驰，窗外的风景也从九州宁静的田野变成了本州岛飞速掠过的城市线。今天列车会带我们直达大阪，在这个热闹的关西腹地，我们将短暂停留1夜。刚刚下了新干线，现在已经到达大阪。对，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休息的一站。我们现在呢是在地铁站吧，火车站都在这儿，是吧？对。就这块有一大片的机器，可以输入我们的这个 JR Pass 的这个码，还有护照号，然后呢就可以在这机器上预约明天的什么新干线啊、JR 火车什么的都可以。咱们是在网上买的，还可以在网上。电脑也可以操作，对，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现在是它每到晚上，它的网站要维护。对，10所以我们点之后就维护了。对，所以我们要再晚点就不行了，所以就机器这儿看到了就可以办这件事儿。我们明天的一沓票，这是我们明天的行程。对，这样。售完了啊，没有了。我们要买的便当已经售完了，现在太晚了。看来这个便当好吃的在晚上的时候都买不到了。我们现在在等的这个店呢，它中文应该叫什么蓬莱，对，蓬莱包子。对。然后但是它的这个 logo 呢特明显是551。对，4个920，6个1380。Thank you。其实就是纸盒装的那种哎。行。然后他还给了一些芥末，黄芥末。那先提着吧，因为在日本好像是不能随便在这吃，因为我发现这儿坐着的人没有一个在吃东西的。对，就感觉就很，就是没有味道。是没有味道。对，所以我们也别在这儿吃。那咱们就坐地铁去吧，不行？好吧。我们到酒店了。就感觉是一个细长的屋子，你看这是一个床，而且这个床非常矮。哦，是一个双人床，那种对，有点像榻榻米的感觉，很干净，里面有沐浴露、洗发液这些东西都有，然后下面还有浴缸。我们终于可以吃包子了，感觉它软了，完了，哇，这个盒整个因为那个热气，对，蒸的有点软，哎呀，哎呦，真香哎！给了一些黄芥末，你看它这底下有张纸，这个纸我还真没见过这种质感的，这纸是木皮儿哎。哦，感觉像是木皮。我们看他包的时候，他就拿那个纸垫在下面。这一盒里边4个我们买了。它的馅儿，是菜肉结合的，但是它很浅。你看它的面皮很棒，刚才有那是擀面，对，它的面是它的特色。而且我看到他就是包的时候，他拿着那个面就这样捶着，然后那个面很有弹性，好吃哎。哦，还有一点点微甜，加上里边的肉跟菜。一口吃下去，因为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是发面的那种，面虽然是发的，但是有空气，但是也有筋性，你感觉嚼的时候它会粘牙。这里边有猪肉，还有菜，有点像真是日本的一个风格的包子，可以当甜品吃了。今天是我们穿越日本的第2天，纵贯。对，我们今天要从大阪去到东京，然后中间要经过几个地方。纵贯日本的第2天，一大早我从酒店出发，坐地铁去大阪站换乘新干线，继续一路北上。在登车前，我们要在西日本最繁忙的大阪站找到关西地区最负盛名的火车便当章鱼糊饭。我发现他们日本人也会在这地铁里面找路，找不到。我们也是在这里面绕来绕去的，有点不太，有的地方不太懂。我们俩又迷路了，在大阪站里。这块你看都是那个露台了，小雨，就是这个铁道的了。就是出口了。咱们怎么能找到昨天那便当店啊？对啊。大家都这儿。看来在日本就是你不认识路或者怎么样，还是得问，跟台湾是一样的。跟台湾一样，对。哎，不对呀！你看，错了吧？你看，错了。我说是刚才出去嘛，咱，完了。问了还是错。现在给大家直播在日本的搭车的真实情况。不能因为迷路要迟到。你赶快的，8点19了都。还有20分钟啊。我们还要买便当，哎，快！ Now here, Okay. escalator go up, go straight, and downstairs, go to middle street. 再刷一下吧，没事，你这畅通，这样畅通。大家都相当的着急在转车呀，是这儿吗？是这。那台儿的呢？这个，然后再来这种叶子的，对，就这个。对，行。完。他说的意思这是容易碎啊，好认真啊！大家都。
啊？哪个车呀？京大阪京都方面，就这个呀？京都线是吗？咱多少站台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这上面怎么看呀？靠北啊！新快速，快速。8点40。啊，这，嗯，8点40，11，迷失大阪城。IC カードをタッチ、または差し込んでください。超疯狂啊！那我觉得大阪是我做过觉得最疯狂的，就是最混乱的这个体验价对。哦，这儿呢。我下来了。那走，那咱们找位子。我们现在刚刚上了雷鸟号，准备开动。我们今天先是从大阪去京都，对，所以非常快，半个小时就到了。半个小时到，所以我们要赶快先解决掉我们的早餐。对，这个是大阪的特色，就是它大阪特色其实是鱿鱼，然后它有一个坛子的便当，哇，还是有10斤，一个小盖子，哎，哇，这看着好哎，真棒啊！这好，这么大鱿鱼啊！感觉很棒，上面是菜，铺的一些菜，然后鱿鱼，然后下面是米饭。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早上买才行，要不然晚上真的买不到。是。你看，章鱼腿，很有弹性。是吗？好吃吗？鲜吗？鲜，好新鲜。还是凉的？凉的，哇，好吃呀！啊，有点甜的。再来一个。哎，这好。真鲜，这好。哇，这很满足啊，就是一口就能吃那么大的章鱼足，饭也不错，饭是那种有点发棕色的那种，粒粒分明的。你说它会不会是腌过这饭？有可能是吧？它有海鲜汁儿，这个坛子很特别，我们可以带回去做汤喝。是，这个叫柿叶便当吧，它是叶子包上的那种寿司。柿子叶子。我之前查过它，这个里面的饭好像是腌制过的，腌制过的那种鱼做的便当，看小小的一个，很好看，里面全都是叶子包着的，这里面是小寿司，这叶子不能吃吧？不能吃，里面是三文鱼，它是不是要那叶子的味道？可能是吧。它那个肉不会像那种就是生鲜的那种饱满，它有点扁扁的。腌过的它有酸味儿，有一点点咸味儿，其实不浓。感觉你在吃粽子。有点是吧？对。有味儿。我都尝不出来它外边全是雪。一会儿我们到京都肯定特别大雪。对，叫猛吹雪嘛。对啊。本来我们以为到北边才会有这么大雪，没想到现在到京都有这么大雪了。是，那开心，是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咱们北方去不了了？哇，天哪！看外头，天哪！从大阪到京都搭乘特急列车不过短短20分钟，窗外竟已从晴空万里变成了白雪纷纷。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我们的心情在兴奋和忐忑之中拉扯。兴奋的是，终于能用镜头记下最治愈的京都雪景了；忐忑的是，随着雪势的加剧，前方继续北上的列车是否会因此而被迫停运呢？不过，既然已经在路上了，不如就享受这一切吧。我们在京都要暂时离开火车线路，去寻找一家已经经营了1000多年的老店。我们现在在京都站，京都站真的好大，就像一个欧洲的大教堂一样，它只不过它是露天的。地下铁乌丸线，对，走吧。我们又要从 JR 转地铁了。今天啊，第2天的感受，好像已经对这套系统 JR 地铁的区别看明白了，属于2个公司吧，算是2个公司，而且我们的 JR Pass 也是只能坐 JR 的这种新干线啊，JR 公司旗下的车，一到地铁我们就要老老实实的刷西瓜卡了。猜猜这是什么？答案揭晓。卖伞的，感觉跟那个咸蛋超人似的。这有大中小的存储，这个很适合我们呀。
赢。我们现在去转公交车线路，这么多人啊！我天呐，这是公交站啊！这好暖和，是室内的公交站。我还以为出来之后是那种特别凉的街道，没想到出来以后就像地铁一样，我们就在室内等公交，大家都在这儿排队，站得特齐，脚下都有这种线，你到哪儿，然后你就在这儿去排。雪，哦，哇，小雨第一感受，我的脖子里都往里进血，哇，好大的雪，雪直接飘到我嘴里了。是，这也太大了雪，你看你头发瞬间就白了啊！咱俩需要伞，这雪一点都不滑。对，因为其实是刚下的吧，是可能下的没多久。虽然我俩都在北方长大，但对大雪的记忆都要到小时候了。当我们在京都又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的时候，都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小雨，你的羽绒服我都拍不到你了，我感觉你已经融合了。你看你的颜色跟旁边那个小车是一样的，是，真像啊！瞬间你的衣服上就全都是雪了。是的，你看有多厚，就连这种特别细的枝子上，你看，对呀、对吧？这车是就是卡在这儿了，雾在这儿了，过不去了。然后我们只能从边上过。这个上面红红的啊，真好看。嗯，我们看到了它往上开不上去。哇，你看这个松树，小雨，好漂亮啊！哇，太漂亮了！这回我们是赶到下雪进行时啊。小雨，你冷不冷？现在什么感受？不冷，不冷是吧？对，脚也不冷，对吗？对，不冷，脚也不冷，脚也不湿。然后呢，我就感觉那个雪淋在脸上，就是冰冰凉凉冰冰的，对。然后，但是不觉得特别冷。它现在多大的雪，我就感觉到这个雪就直接淋在头发上，它就粘在头发上了。但是像这种，羽绒服，我的羽绒服上也全都是雪。然后像这种毛上面都会挂上雪，但是稍微有点温度的地方，只要淋在上面就会化。天哪！顶着漫天飞雪，我们来到了京都的金宫神社。在通往神社的参道两旁，积雪已经压弯了松枝。古朴的街巷只能听到风声和踩雪发出的沙沙声。在静谧的白雪后面，隐藏着一家名叫一文字的老铺。从平安时代至今，已经营业有1000个年头了。公元994年，京都瘟疫肆虐，人们为了平息疫病，修建了金宫神社。6年后的公元1000年，一文字就在神社门外支起了炭炉，专门为前来祈福的人烤制麻薯。传统上认为，穿进这些麻薯的竹签，沾染了神明的庇佑，吃下便能祛病消灾。此时此刻，在风雪交加的京都，没有比躲进这家千年老铺，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烤年糕，更让人觉得治愈和安心的事了。
哇，都结冰了。是，可以的。好，好，可以。outside， OK， 行吧？行，可以。氛围好，氛围好，对。哇，天哪！店家让选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我们在外面，然后他就给了我们一个这个位置。是，暖和吗？暖和，还行，就是感觉这边凉，这边热。对，你知道吗？现在你在体会1000年以前的感觉。你看它的签子是那种小，前面是小叉的那种，烤的有点糊糊的那种感觉。对，蘸一下。什么味儿？甜甜的。甜甜的，有点那种像是那种蜂蜜的那种糖浆，然后黏黏的。年糕，这年糕好像仿佛外边炸过一样。好像挺甜的哈。炸过的，然后嚼起来有点糊。有一点糊味糊的味道。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要那个糊味儿，对，才能中和那个甜。伴着外面的大雪，然后再在这么复古的地方，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小炉子。我们的右边这边就是寺庙。对，这简直就像《千与千寻》的那种，就是真实的小镇子一样。我觉得京都就应该这个时候来，是吧？对。为了记录这场难得的京都大雪，我们接连错过了下午的2班列车。按照原计划，此时的我们本该在中午就抵达名古屋，品尝当地最出名的鳗鱼饭餐吃。现在行程被打乱了，只能临时更改计划，再去尝试一次。我们的车已经晚了，只能再重新订一辆了。在刚才下雪拍得太开心了。他必须得是到柜台，我感觉。I missed my train。这车上是人工塞的是吗？这么突然间冒出一人来啊！OK， 行了，那咱再去订了行吗？果然行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去名古屋了。一会儿我带你吃一个名古屋名物。几经波折，我们终于坐上了前往名古屋的列车，继续一路北上。随着火车驶离京都，窗外的景色从漫天飞雪直接变成了阳光明媚。这种一日四季的奇妙反差，或许正是铁道旅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吧。我跟小雨现在刚刚到名古屋，哇，这儿阳光真好啊，变化真大。你看这边蓝天白云的。你看这就有餐厅了。这就有了名物啊！来看这是吃什么的呀？昭和36年名古屋开店，就拿西瓜卡就可以买。看看吃什么。放在外面，但是里面没有地方吧？站着吃的。欢迎你，名古屋。到名古屋了。哇，这是阳光特别的充足。日本的出租车，电动车门。出站呼吸一下名古屋的风，但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你看那边卖相机的各种品牌全都是，就这边名古屋这边就在这儿旅游都值得待几天，应该是。对，但是咱们只能是在铁道匆匆路过了。是。那我们去吃它的鳗鱼饭吧。立即去找那个店，好吧？对。它是分步骤的，我还以为它是做成3种呢，但是其实是自己分3种方法吃，有鳗鱼饭，然后给的这些小菜，还有这样的小菜，然后这边呢是它的送的一份清汤，好香啊！是。第一种是拿板，然后取出鳗鱼饭，先吃原味儿。那我直接吃。鳗鱼烤的焦焦的边儿，特别脆，好脆啊，好香啊，越嚼越香。再来一点饭，葱花，芥末，这是什么紫苏叶？这个感觉有点像一口寿司一样。是，有味儿了。加芥末好吃，对吧？而且它的芥末不是那种特别辣的。吃到最后的时候才去吃那个茶汤，找他要。对，找他要。那你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是海苔一样的东西。你自己往上撒就行了。撒就行了。第3只要叫他们给拿一壶茶过来。茶泡饭。对，茶泡饭，尝一口这个饭会变成什么样？感觉这样像喝粥一样。是，虱目鱼粥嘛。
哎，对，是不是？虱目鱼粥，虱对对对，目鱼粥，它有这个海带的鲜味儿的。这不是茶叶，这肉香啊！啊，是吗？难道是鱼汤吗？你尝一口，不是茶，看着就跟茶一样，这是肉。哦，这是木鱼花的那个味道，对它其实是泡的木鱼花，对，那它不是茶鲜的，不是茶啊。说是但是我一点没尝出木鱼花的味儿。发生什么了？其实我们俩竟然忘了这边有酱汁可以倒。对它这儿有一壶鳗鱼酱，对，就应该倒。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味儿呢？对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山椒，这个山椒是可以就是倒出来放在上面吃的。是不是没好好看说明书？对，因为饥饿导致的头脑不能运转。太绿了。太绿了。说是他们叫什么？叫什么原创的什么深蒸绿茶？就是绿茶味儿，挺浓的。我们现在在后面那个味增店呢，买了一份手语鲜，对，其实就是鸡翅膀，鸡翅，然后还有一个烤猪肉，猪肉串是味增的，特深颜色。对，因为我们看到这家店呢，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味增酱是深黑色的。是。Can I get a stamp？ ここはno stamp。啊 ，no stamp。OK， thank you。我们俩人在名古屋站的，大家休息的地方，在喝咖啡。然后这边又非常暖和，因为很多列车都晚点了嘛，所以很多人在这儿。这边还挺好的，有很软的椅子，还有可以坐的桌子。然后那边竟然还有一个是工作空间，每人一小格，可以用电脑，还可以享受私人的空间。对，然后这边有星巴克，然后有些礼品店，很多人在这买东西。对，感觉在名古屋的游客就是很多东西可买的。外边已经夕阳西下了，光线特别，特赞。落日了，这色儿也太深了吧！酱甜的酱，你知道这什么味儿吗？老北京炸酱面的味儿。一吃就是甜味儿。对。这个竟然跟咱平时吃的味增不是一个味道。不是一个味道。名古屋名物，这烤的吗？应该是烤的，闻起来有股烟熏的味儿。感觉这鸡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儿，是吗？咸味儿不多，然后有烟熏的味儿，外边是有点发干那种，然后里边湿湿的，它这个味道很奇怪啊，像是有点像就是那种烟熏的时候放了什么味道的木头那种感觉。新干线将我们从名古屋送到东京时已经是黑夜，此时的东京站人头攒动，正是最繁忙的时刻。在这座错综复杂的巨大车站里，隐藏着一家号称全日本最大的铁路便当专卖店。我们要赶在它打烊之前买到今天的晚餐。我们现在在东京站，这边是东京站最大的便当店，它这儿呢有很多的便当，但是我们来了以后发现很多都卖没了。对，因为现在已经8点了。对。但是它最有特点的，我感觉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个火车头的便当。但是我感觉这个特别像给小孩吃的。人非常多，你看都在选便当。对，都在选。但是就这些了。对，但是便当都空了。是。哦，你看他还在补，他在补货，但是这个货，他肯定是热门的补不上了。对，你看，真火哈！啊，太火了。东京站的状态，人流量巨大。哇，天哪！简直是太疯狂了！那咱们现在就回酒店。走。不算是坐了1天的车吧，坐的时间其实不是特别长。也很累啊。对，但是很累。特别赶嘛。对，一个小卫生间。日本都是这样。对，大多数就是这样的。但是在东京呢，确实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订的也算还可以了。松川
你看半当。然后我这个呢是一个完全的鱼肉便当，全是烤肉，上面烤肉，这边还有丸子，还有那个咸菜。做的是一个圆形的，感觉又新鲜，样子又多。哇，这个鱼子闪闪发亮，感觉酸的，好像四喜丸子。挺好的，这丸子应该多给几个，挺有味儿的，甜咸的味道。我要吃一口这个鱼子，我超级爱吃鲑鱼子，而且它这鱼子非常大。今天这个便当特别下饭，一点都不腥，它鱼子有点咸咸的，它甚至没有今天早上吃的那个鱼，就是那个叶子包着的那个鱼腥。这个便当如果我打分的话，我可能会给8分。这个便当我要打分也是8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青森了。我们来到了繁忙的东京站，这边呢有一个卖小饭团的店，我们决定买一个小饭团上火车去吃。我们现在在东京站的新干线的入口，既然这早晨对需要排队啊，你看日本的这个新干线的这套系统可真不得了哈，是得解决这么繁忙的线路，这早晨。天哪！我看一下，我感觉咱们站的方向也不对，是吗？你看这是京都名古屋方向，咱们其实应该是那个北方向，对吧？咱们站错了。走。OK。OK， 北海道秋田，哎，对了，日本的车站里都有这种叫待合室，其实就是休息室，等待候车室，喝点热的咖啡，一会儿准备启程。今天我们坐这新干线特漂亮。看小雨忙的，一直还在看酒店。来了，到了，身后。真的是繁忙景象。今天的天气非常好，现在的这个天气呢是有点冷，带一个围脖非常重要，因为这围脖如果不戴的话，风就会从这进去，就会很冷，显得很冷。帽子都不用戴都可以。哇，原来这个下面还有别的地铁。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别的，这是地铁线，上面是新干线，底下是地铁线。我本来以为我们到不了市内最北端了，因为我昨天挺焦虑的。我们到北海道，因为很多车都延误了，或者是停运了。那我去 JR 的官网上查一下，然后上面显示的全都是这种黄色，黄色就是要不然是就是晚点了，要不然就是停运了这种情况。然后今天早上我刷新了一下，发现全绿了。那大概我们可以到函馆，到旭川，然后到之内了，应该是可行的了。我看到后天的天气其实还是要下雪，所以呢也得看一看后续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虽然现在东京天气非常的好，我们去青森的这个车已经晚点了，晚了20分钟，我们得9点28才能走。现在在我身后，这个车是往北海道方向开的，是 JR 运行的最豪华的、最快的新干线。离开东京，我们搭乘新干线隼号向青森进发。作为子弹头列车的代表，隼号目前是日本运行速度最高的新干线列车，时速可达320公里每小时，是连接关东都市与北方大地的铁道主力。随着列车向北疾驰，窗外的景观开始迅速更替。东京密集的钢筋水泥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关东平原的开阔视野与被雪覆盖的起伏山地。
体来说，我感觉这个新干线更加的豪华，它的所有的设施你都会感觉比我们前2天坐的那个新干线都要更好一些，所有的地方细节都会显得更舒适一些。洗手空间，这边呢是一个女士的卫生间，然后呢有一个女士专用的洗手台，也有帘子，这边还有挂衣服的钩，非常的细致。电动马桶是必备的，衣服钩。这是一个换衣服的平台，就是你站在这儿脚就不会脏，这太细心了吧。到仙台了，仙台感觉冷了不少哈。对，这个车什么感受？我觉得挺舒服的。特别稳。对，就是但是人很多，从东京出发的人特别多，然后我们2个人都没凑到一起。但是这车真不错。对啊。就是坐的我直犯困，太平稳了。很暖哈。是，真平。然后它整个沙发也是那种包裹的，所以3个人坐在一起你也不觉得特别挤。是。然后那个头枕也是特别软的，然后还可以调。是，确实设施特别的先进。对。说还有头等舱，那得单订。就包括 JR Pass， 你都要单订。现在在我们身后呢，就是这儿最有名的叫牛舌通。对，就是仙台最出名的就是牛舌。就是牛舌，为什么你知道吗？2战的时候，美军在这驻扎，美国人呢只吃牛肉，然后所以这些牛舌呢就没人吃，然后呢日本人呢觉得浪费，他们就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他们一种牛舌的这种美味。据说它的牛舌是经过多长时间的腌制？对，然后做了一种比较弹脆的口感，据说。我觉得日本铁路好就好在看我们像这样的旅行，一直在行动的过程中，一直在做这个 JR 的线路过程中，到每一站你都可以去吃它当地的美食。它不是把所有的美食都放在城市里，就是这些车站，你只要到这个站台，你就可以找到它城市里本来就有的这个美食店铺。这个是牛舌，我要的是2片牛舌4切，4切就切4片。哇，你看挺大的哎，就是挺嫩的感觉，对，弹弹的。我先把这个山药泥拌进去，好，然后我给它倒在米饭上。哇，好黏啊！好黏。然后我先吃口牛肉，好嫩啊，好嫩啊，好吃啊！它还有一点点肉的感觉，它是盐味儿的，有咸味儿，然后很香，有那种牛油的味道，然后我再配一下它旁边给的这种盐渍的小肥菜，是那种味增的，味增的咸菜，有点辣，辣椒，用山药泥包裹着米饭，山药泥裹着米，让米变得滑滑的。这是牛尾汤是吧？牛尾汤。好喝。哇，好喝呀！是吧？特鲜是吧？特鲜，牛肉的味道，然后里面很浓的葱花味儿。我这牛舌没有你这厚哎。是吗？你看。怪不得我这个叫厚切牛舌嘛。是，好像有那种很脆的干儿的感觉。它不是那种牛肉的那种肉的味道哈。吃口你的炖牛舌，这是我的关键。我就特爱吃这种全是汤的，你看，直接给它拌起来。这经典了。其实这个有单份儿的，就整份儿是一大锅那种。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尝尝舌头什么味儿，所以说就点了一小份儿的，什么都有，比较综合的。这个牛舌我来一口啊，
这是牛舌吗？是，是啊。可是在瘦肉丝的。哦，是吗？不是牛舌。这应该是牛肉，你可以再确认一下一会儿。对，非常嫩的牛肉，它瘦肉丝咬在嘴里边，瞬间就可以融化的感觉，特别嫩，而且还有肥肉，还有筋。它这应该还有一些香料，我觉得。它不是咖喱的味道，是吗？不是咖喱，不是咖喱。你给这顿打几分？8.5了。得8.5了。我可以打9分。能打9分了。我觉得很好吃。好吧，你可以尝尝我这个。特别棒。花了5120。哇，整个这一片都是仙台站的存行李的地方。哇，好多呀这儿。整个这里面全都是，而且还用这种玻璃给隔起来，感觉很安全的样子。又晚点了，最近的车总是晚点。我们俩在仙台再去青森的这个车站，12点53的车，现在已经1点多了，还没有来。我们在车站只能在这等着。哦，小鼻子，这不是大鼻子啊，这是小鼻子。对。咱那边这可能叫小鼻子。这个也是那个型号，但是那个型号有一种小短鼻子款的，就是这个。哎，你看后边有一长鼻子哈。它是连接的。是连接的。这是一个都是叫那个新干线，准。8号。排队吧。排队了。就不用排队了。不用排，等他们都上完了。看日本人的排队习惯。真是太好了，绝对特别标准，而且先下后上，人也很干净。在仙台品尝过当地的美食名片、炭烤牛舌后，我们继续搭乘新干线一路向北。这列红绿相间的复合新干线列车将在前方的盛港站迎来特殊的解体时刻。随着机械耦合的脱离，红色的小丁号将转入支线前往秋田方向，而我们所在的绿色隼号则将独自向着本周的终点站新青森疾驰。也是从这一刻起，窗外的景观将彻底切换，列车正式驶入日本著名的好雪地带青森。这里拥有全球大城市中首屈一指的降雪记录，也是本州岛最北端的冰雪门户。我们到青森了，我刚才已经看到外面的雪了啊，很大的雪，至少得1米厚。对，刚才其实不远的距离的这个车站，但是新青森已经变成这样。是，哇，这个车鼻子好长，15米。我感觉已经变冷了，其实我觉得我的腿已经开始冷了。是吗？对，我还好。如果一会儿出去太冷的话，我就把帽子戴上。不过我们还有杀手锏厚秋裤呢，是吧？我已经是厚秋裤了。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这边好多人拿着滑雪板，可能是吧？那个长的，你看那种长的就滑雪板，都是来滑雪的。对，而且滑雪的我觉得好像欧美人特多。对，是。哎，你看这是青森的饮料啊，限定。对。青森的苹果是吧？对。OK，我们一会儿去喝苹果汁。行。我们还没有出青森车站，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家小店。我们两个想体验一下啊。咱们要哪个呢？这个吧，这个。这像豆腐。カードの方はカードをタッチしてください。カード。発券中です。券とお金をお取りください。然后这是券儿。咱俩这是没苦硬吃，其实旁边有小座位，你看。来，可以体验吗？哇，这店里就咱俩，体验的就是站在这吃的感觉。
就是几筷子吃完了就走了，是吧？对，非常快。它是荞麦面，它是荞麦面，好像是这种，就感觉像荞麦混着面粉那种，白面那种，然后粗粗的，也还有点滑，跟咱们那边荞麦面不太一样。我刚才尝了一口，觉得这个面确实挺好吃的，而且它上面写着青森县产的村子，看来青森是一个会产各种各样东西的地方，比如青森的苹果，这是我们知道的。吃完之后浑身都扭转，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大学里的青森是什么样的。对，请拿好车票，谢谢。一沓儿，你看它所有票都出来。你一张，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OK， 好。青森，打卡，成功！我天哪，这是一片洁白的世界啊！正在下大雪，小雨。好大的雪啊！哇，这迷眼啊！本来以为我们要坐公交车，对呀，Google Map 上说不通行了，所以说大家不能完全看 Google。对，风吹雪啊！哇，这火车是白的。你听这火车静悄悄的，哇天哪！这火车上全是冰，哟啊 ！Oh my god！ 它快滑走了是吗？滑走了，它出就走了，它没有停住车是吗，小雨？我觉得像是。然后你看它车身上全是雪，哇！小心不要滑倒啊！哇，这儿有冰哎！哇，这块全是雪，地上。小心啊，小心！太急了，小雨，你看这儿，你看这儿，慢慢上。我是最后一个。哇！天啊！看看，你看这儿，小雨，你看这儿。给他一拳。这是你见过最大的雪吗？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雪了，而且现在还在下。就你身后的那个雪岩，都到车一半了。对啊。从新青森前往市中心，我们需要换乘奥羽本线。列车穿行于连绵的奥羽山脉，而这道天然屏障阻挡了从日本海袭来的湿冷气流，最终转化为极端的降雪，倾泻在青森的平原之上。抵达青森，才算真正置身于北国的凛冽之中。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电影里的长镜头。这个到青森了，对，小心啊！这边你看，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这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啊。哇，冰把窗户都冻上了，巨厚哇！你看，就开着门，风吹雪啊，大风吹雪。车站的这个房顶上厚厚的雪，哇！我觉得可能得有1人高。哦，他要往那边开了，他要走了，而且他要亲自的确认，每个都要亲自确认。你看，青森站有铁道章，是火车的，对，又到你集齐印章的时刻了。583系，肯定是一个老火车。是，走吧，咱们走。哇，外边还在下雪。那块还是一 plaza。对。
哎，我觉得你今天的穿着整体特别合适，但是我要小心找不到你的这个风险，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轮转不了了哈。对，没事，我可以。哦，行，我们出发。这些雪已经被踩实了，小雨。哦，真的。这现在地面不是地面了，雪在打我的眼睛，雪垒起了一个地面。不过你别说，挺爽的，我觉得挺爽的，真的。就是这个雪吧，它不是雨，如果是雨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很烦。雪呢又很浪漫，然后打在脸上呢，它又不会说化掉成水，它就在我脸上一拍就走了。这个在雪地里拍摄吧，很难掌握曝光，因为雪就是白的，曝光就是白的。哇，大家还在等红绿灯。我们的酒店已经到了，我们就从这儿走，已经到了。你看，所有人都从这儿过来，非常的艰难。来这儿应该带那种大轮的行李箱。对。这个城市到晚上的时候、夜里的时候什么样啊？你想不想看看？我想看啊，干干净净，地面很干净。走，去酒店。哎，这是自助的。自助才可以。你在这儿可以拿一些东西哈。对。我这拿了一个浴衣。很大的床啊，今天的床挺大的，双人床，一个大窗户，外边就能看见雪。对，然后这边还是一个小工作台，放行李的地方，还不错，很干净，对，很简洁，但是有点复古啊，是有点复古，有点历史感。但是我特喜欢日本酒店，就这块至少你有一个空间让我能放行李箱，对吧？但有的都太小。这个空间还算大了。对。这个小按钮，小按钮确实挺复古的。很不错。我拿了一些前台给的什么乳液呀、洗面奶之类的这些东西。拖鞋是4只挂在这儿的，不是那种纸质的拖鞋。他没写已消毒啊。今天是我们贯穿日本从南到北的第3天，我们现在在青森。耶耶耶！太好玩了，这么多雪啊！你小心点别丢了，你那衣服掉里我找不着你。哎，走，我是不是可以躺上去啊？不行，不行，这全是雪。它很松，这个雪很松。对，这全是雪。哇，你看我只要一摸它，这个雪就像是这种棉花一样的，就粘在上面。风雪中的出租车。哇，天哪！哇！雪中的自动贩卖机。哦。我还说不用戴帽子，结果还是冷啊，还是得戴帽子。哦，还是戴上。哎呦，我把雪扣里头了，还是戴上爽。这个雪好像有粘性一样，它会粘在身上。走吧。哦，快走。啊！哎呦，小心！好滑。哇，我觉得这个地面你穿什么鞋都不管用。对，什么鞋都没用。不过莫名的非常的开心，大家能感到我们的开心吗？哇，这个雪全是松的，特别松。因为青森是产苹果，据说很好吃。然后呢，它里面卖各种的跟苹果相关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看看里面到底都卖什么。这边是青森的一个苹果工厂嘛。对。各种各样苹果的制品，我们就是尝一尝吧。难道这也是苹果汁吗？全是榨的汁儿呗。这个是不同颜色的苹果。还有那个杂志呢，580一个。哦，
我记得在台湾看的那个青森苹果就巨大个儿。这是它的100种颜色，是吧？对。我们带着2个苹果，准备出发。对。哇！孤独的 logo。对。还有一个大桥，算是我们打卡成功了。走吧，让行人先过。非要试一下是吧？真的想试一下。那你身上没有容易掉的东西了？没有了。啊，没进去。啊！它不能单点的，就是你用手去支撑它。对。但是你要一整个面下去的话，就是没问题的。对。这个是压强的问题。测评青森苹果在青森荒芜的车站。刮风。啊，你的手套不错呀。看。对，轻的。对，这个苹果它叫王林，哈哈。是吧？啊，这绝对干净。哇，这绝对是冰苹果。发完这个视频之后，将会有人说我们是野人。哦，真冰。是吧？当然冰了。好吃吗？好吃。是吧？有水分吗？有水分啊，水分超多啊，流出来了。是吗？是很好吃。像梨啊。我咬第一口我就清香的味儿出来了，对吧？好吃。真的介于那个梨跟苹果之间。整个青森就我们俩在这儿吃苹果，迎着雪。啊，你看它这边给清出了一条完整的路。我都怀疑这条路是不是有加热呀？看看我这边雪有多高，后面的公交车看到了吗？这就是证明，比我高2个人得。小雨还在这拍呢，为了一个镜头拼了。然后后面，整个2排全是这种高高的一个连廊。户外的连廊，就是有意的为这个青森这个地儿设计了一个适合冬天，逛的地方。对，然后这是一个 shopping street， 就是可以买东西，可以吃东西。对，这边全是美食什么的。对，而且我发现青森它把这个路段全都给清理得很干净。是。然后雪呢就堆在这个角落里，那中间全都是那种眼儿。是，所以说它喷的肯定是热水。然后才能把这整个街道都化了，因为它不可能是那种融雪剂，如果是融雪剂的话，边上不也都化了吗？对呀，那它得一直喷，要不然的话会冻上呀。高科技啊！对，看着不错啊，这餐厅，就感觉不像开着门的呀。因为我没有预约，所以我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吃得上。那只能我们问了。对，拉门就进就行。哎呀妈呀！没戏了，预约。他们就是直接拒绝了，就是他不会说你可以等什么的，他说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你能不能等。我觉得我有点冷了，刚才我踩了2脚水，我脚都湿了。脱鞋吧。最终我们还不错，挺幸运的，来了一家特别日式的一个烤肉店。这日式呢，你看我们吃的时候都脱鞋上炕，这边放东西，啊。挺好的，这样挺放松的。外面风雪交加，我们在这儿呢还能暖暖脚，因为刚才我们的鞋不已经湿了吗？对，有点凉啊。对，然后这个屋里面很暖和。是。但是就是很可惜，旁边那家店没有吃上。对对，所以说咱们从明天、后天就要，今天晚上要预约，好吧？对。哇，好香啊！来青森很好，但是很可惜的是那家很有特色的店没有吃上。如果没有吃到很好吃的店铺，就去选一家烧肉店，一定会很好吃的。
哇！我帮你拉着吧。哎呦，这人没想到在雪非常地里推行李箱这么费劲。啊，对。哇，车上好多人呢。是。这边也是人，那边也是人。你看这边，这雪，哇，真厚，都堵上了。我们现在已经赶上了车，回到车站。咱们回到是哪个站？新青森站。新青森。暴雪后的青森迎来了一个通透的晴天，阳光下的积雪显得更加洁白。一早，我们赶回新青森站，准备搭乘今天的第一趟列车。接下来，我们将穿过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铁路隧道——青函隧道，正式抵达北海道。哇，很多人啊！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们是同方向的。接着往北走。走吧，咱们继续往北。对。我们的车来了，新函馆北斗方向。对，我们今天坐的是北海道新干线 ，OK， 然后要坐到函馆北斗，然后我们去坐北斗号。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到北海道了。就搁这儿吧。OK， 咱们单侧哈。続きまして木古内10時40分。終点新函館オクトには10時53分到着です。全車指定席で自由席はございません。9号車グリーン車、10号車グランクラスです。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海底了。走了。现在车里突然间播起了音乐，然后好像是意思是马上要进入海底隧道了。然后一会儿我们即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海底新干线，对，这是第一次，车就会全飞了。这个海底隧道其实是有求生通道的，它修了不只是一个这样的通道，它还有这种就是人可以走进去的那种隧道。哇天！离开奥金青金别站，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在了本州岛的最边缘。随着车窗外的光线被隧道吞没，新干线正式扎进了深邃的青函海底隧道。在隧道建成之前，跨越本州与北海道只能依靠渡轮。1954年，一场台风导致跨海渡轮沉没，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这场惨痛的海难促使日本彻底下定决心，要打通一条绝对安全的陆路通道。从破土动工到1988年正式通车，工程人员在极其复杂的海底断层中艰难挖掘了整整24年，才创造了这项工程奇迹。在这个海底隧道的车上，就是全程老有警察在这巡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车上经常有警察出现。现在我连的它的免费 WiFi，然后呢，我可以测试一下它的网速。也就是在海底也有网啊。对。然后看看咱们的视频，最新的。对，看看它顺畅吗？小声啊，小声。啊，好快。啊，还是很快的。真不错，真不错。但是日本广告。日本广告。行，可以可以。测试成功。现在我的感受怎么感觉有一种在高原的感觉呢？就是，对我感觉怎么感觉脑子有点发胀，然后胸口有点发闷的感觉，就好像我在潜水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本身它速度太快了，不是，也有可能是。我前2天咱俩坐的时候是这速度，我没感觉。我们2个人刚刚从海底隧道出来，一片洁白的世界，我们已经到了日本的
北大地北海道，这边不一样了啊，这边感觉更野生，是吧？咱们的在那边那个岛呢是属于更城市化，这边更野生一点。对，然后还都是雪。前几天的时候，这个北海道因为下大雪，然后很多车也都有停运的状态。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很幸运，对，这些车都开始运行了。新函館。我们刚刚下了新干线，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札幌，对，然后继续我们的第二段。这段行程呢比较长，是3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呢要带一份便当在身上。后面那便当呢是自助便当，你自己选，对，可以搭配，还挺好。你看这个配在一起，是，好像全是北海道的各种各样的海鲜哈。对 ，Thank you。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张特小，日本张巨大，巨大，哎，多完美啊！是吧？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韩馆的，是寿司吗？寿司。刚才我在寿司店看见了，太逗了，淘宝的寿司。在闸口外头有座椅，还有一个加热的丝，在这儿，我说怎么那么暖和呢？从哪儿上？6吧。咱这儿几啊？咱这是4。啊，上4。行。哦。对，先上4，上来再说。这是5，这是6。为了拍一个镜头，上来吧。告别了新干线，我们在新函馆北斗站换乘了特急北斗号，正式开始穿越北海道的旅程。在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里，列车将沿着内浦湾的海岸行驶。列车路过的第一站是大沼公园站。大沼来自于日本的原住民语言阿伊努语，意思为很大的湖泊。此时，窗外那座被白雪覆盖的山是至今依然活跃的活火山居岳。紧接着，列车抵达名为森的港口小镇，这里是北海道著名的扇贝养殖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近海渔业衰退，现代养殖业也不再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小镇的人口开始不断流失，如今只剩下1万多人。过了森站，列车继续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行驶，下一个到达的小站叫巴云，它是日本唯一一个同时面对太平洋和日本海的小镇，这里是北海道畜牧业的发源地。洞爷站。其实，在这段火车纵贯日本的这个行程之中呢，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经过那些东京啊、大阪呀、什么的都没有这种古早的小站了，都是非常的科技化。但是当我们到北海道以后，立即都是这种小站了，让我回忆起了我们在台湾铁道旅的时候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铁道旅带给我们的一种情怀吧，能看到铁道的这种故事，去了解一个地方。行李箱跑到这儿来了，我给它拿回去。还有说明书呢，还是它的介绍？介绍这个蛋，自己走进房间里，然后熏了一下，出来就变成这样。它不咸，好吃啊！它虽然不是咱们那种咸鸡蛋，不是那种，
它虽然有点咸味，但是不是很咸。然后它吃起来，这样闻起来都有那个熏鸡的味道。那真好啊！感觉吃这鸡蛋跟吃了熏鸡肉一样，好吃啊！它可以达到10分，是吧？真的。竟然一个鸡蛋胜过了所有便当。哎，鹿。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我们在摇晃的车厢里品尝着美味的火车便当，享受着这段漫长旅途中难得的悠闲时刻。窗外的风景不断向后退去，列车途经登别。这里以地狱谷奇观和温泉而闻名，是北海道著名的旅游胜地。随后是港口城市山小木，这里是北海道重要的海上门户，也是许多人乘坐跨海游轮前往东京的起点。驶过山小木，列车告别了漫长的海岸线，转入千岁线向内陆进发。窗外的荒野逐渐被密集的建筑和灯火取代。我们在傍晚时分终于抵达了北海道最繁华的大都会札幌。还可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适应温度一点点适应过来了，还行。对，我们刚刚到达札幌，我们一会儿还要转车，但是我们现在要去札幌站的一个啤酒屋。是我们有1个小时时间是吗？对。哇，札幌站往四面八方的人，我现在看到这边还有一个自助的便当机，这应该是我们全程第一次见到这个自助的便当机哈。对呀。而且是电子选，你看。什么都有，应该还有保鲜哈，它是凉的，应该是。对啊，它要给推出来。你看它，其实有的便当已经卖完了。对，已经卖完了 ，sold out 了。你能想象吗？北海道这么冷的一个地方，对啊，竟然有这么多人，人很多，然后大家都来玩。其实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然后那边呢，就这个是我们要去的啤酒店，它是站着喝啤酒，它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就想来喝一杯。对，走啊。哇。就是它这儿啤酒只有这一种，然后呢，你就是要1杯还是2杯？ Thank you。如果一个人2杯的话，就是1杯。但是你看它杯子并不大。对。你看它1984年是这个店，可能说是这个店。对，可能是。Thank you。冰啊！不是有喷味吗？好绵密。大家都在这里喝酒，然后外面就是热闹的札幌站，只有一个塑料布在这隔着，很有意思，非常的有趣。喝完了。然后我们又扎入了人群之中。对，然后我们又可以接着赶车去了。接着赶车，哇，这是札幌站啊！哦天哪！喝完酒之后在车站里更晕了。是。咱们去盖章啊，小雨。对，盖章在那边，在那里。在那边，咱们还要去那边。行哎，感觉行哎，行，还凑合。可以。不是特别的好，有些细节没有哈。对，因为它里边好像磨损的有点严重。是。看看我们这个车的车头，特别漂亮，漂亮极了。一辆绿的，一辆紫色的，这2辆车是一样的。旭川3特急就这一个。这是绿色车厢，咱们票不是绿色车厢的那个。是吗？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它是这个标志。全是指定席吧？对，是指定席。那走吧。哇，咱做的对吧？对吧？哎，写的1车厢是6D 啊？这没有6T 啊？哦，这儿有。哦，天哪！吓死我！这个车厢分成两半啊！不敢相信啊，这个是绿色车厢。我知道了，那个是绿色车厢，我们这不是绿色车厢。但是呢，它是分成1到5是绿色车厢，6到几啊是普通车厢，是普通车厢，但是指定席。对，那个绿色车厢更亮，感觉更干净，更亮。座位也不一样。座位也不一样。
就感觉更好更厚毡巴。对，然后这个沙发明显感觉到有点薄，就是这个普通车厢已经很好了，是绿色车厢更好而已。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订的这个车厢相当好啊。我们俩每次都是找车，对，特别怕坐错车。美贝、沙川、龙川、深川，终点是旭川站。车位置还有2个小桌板呢。对，我们独享一个车厢啊！一个车厢都是我们，没有人，这太好了吧？还是因为现在不对，这说明一个问题，没有人。去旭川的人少了。不会吧？对，也就是说明天旭川到市内的人可能更少，没人一趟车就咱俩。天哪！但是你必须坚持了。那我们是对的吗？哎呀。我们在札幌的啤酒屋短暂休息了1个小时，便赶上了继续北上的列车。这趟特急列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紫丁香号。随着列车驶出市区，繁华的灯光渐渐褪去，窗外只剩下雪地里孤独的路灯。一路向北，体感温度也在明显下降。我们要前往的终点站旭川，曾创下过日本气象观测史上的最低温度记录，-41度。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最寒冷的地方。沿途，紫丁香号依次路过岩见泽、美贝、沙川、龙川和深川，这些在黑暗中一闪而过的小站，大多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它们曾在煤炭与铁路的黄金时代繁华一时，而现在只是在窗外的风雪中与我们静静地擦肩而过。好了，我现在在去旭川的路上，听说旭川是全日本最低温度的地方。我们现在在很快的接近旭川，我要试一试这个小站到底现在冷不冷啊？小雨，小雨，你来感受一下，快感受一下，凉不凉？好冷啊！深川站，复古小站，又是一样的。手别伸出去，手别伸出去，它马上就要关。对，你看开了吗？它只开了不到1分钟。是，巨冷外头。4番線から19時5分。挺好的哈。对。没有那么荒，而是个挺大的城市。我们到旭川了。但是这感觉雪很大，感觉应该很冷，有点那种冰封城市的感觉。但是今天没有下雪，就是能看到车外面好多的雪。是个大站。你看到旭川是个大站。这一路都是100年小站，到旭川是大站了。是。而且一看它是木头的。手机都带好了吧？带好了。走。走吧。旭川特别快速大雪。还有叫这样的名字？他说的是状态还是名字？哇，我们刚来到旭川车站，感觉旭川车站很漂亮，全是这种木条。对，它是木制造的，是很有特点。先改灯吧。OK， 行吧，凑合吧。把那盖儿给它盖上。我们从旭川站出来，然后吃了个饭，然后就现在回酒店。看街边全都是雪，路上也全都是雪。但是我很奇怪一个事情啊，我给你们看一眼，为什么旭川是这样的？就是人行道这块铲的是特别干净，但是主马路这边会把那个雪拍得很平整，主要是压得很平整，对，特滑。黑色的是融雪剂吗？还是沙子？所以显得特别像冰激凌上面撒了黑芝麻。我靠！哇！这还真可以踩陷下去了。下去好深。
今天住的和昨天在青森是一样的。这个房间呢，因为不太好订不上，所以订了一个吸烟房。所以日本的吸烟房千万不要订，里面真的有烟味儿。这确实是我也是没有想到的。今天先到这里吧，我们到旭川了，然后今天先睡觉，明天我们再出发。这里是旭川的早晨。我们俩今天是从南到北穿行日本的第5天了。第5天。我们今天要从旭川去往稚内，是日本的最北端车站。然后今天北海道的车是通车的，是没问题的，虽然下着大雪，但是我觉得下雪挺好的，给了一些氛围，对，是吧？非常好。但是其实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有积雪警告，所以呢，我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说从稚内回到这边的时候，不要取消，对，车不要取消，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留在最北端。没错，留在最北端。希望不要这样。是，我们今天会坐一个雪国列车，对，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车，应该我们要去最孤独的地方了。有人。一个咱们能看得懂的字都没有。对。OK，Thank you。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再等会儿，再等一下。对。像不像台湾那种？特别像。是吧？就是热气腾腾，你看，而且还特干净，你看啊。厨房就这样让你看着。对。现在我们在一家1910年就开的100年老店啊，吃他们最著名的这个荞麦面，把酱油汁儿倒到这里是吧？还有芥末、葱，哎，这是萝卜泥是吗？萝卜泥。然后和一和，越加越多，你看，直接放进去了啊。其实旭川这块说是酱油面比较，酱油拉面比较盛行。我感觉你可以试试倒一点这个热汤。这是汤。对，但是我觉得它做成糊的形状，可能就是要倒的吧。天妇罗好吃，它外面焦焦的，它应该是裹一层面皮吧？对。天妇罗软软挺好吃。我这个是锅烧乌冬面，热。我先尝尝汤。其实我们之前在台湾也吃过锅烧面、锅烧冬粉。还真是，这跟这很像。对。也是酱油味的。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店虽然不卖酱油拉面，但是这些都是酱油。其实也是酱油的，对，都是旭川的酱油。就是汤一块喝啊。很清淡。是吧？我觉得整体都很清淡。但是感觉有那种昆布的味道，感觉鸡蛋会把那个面裹起来，滑滑的。应该是这么吃吧？我来尝尝。好吧。你把都吃了。我喜欢荞麦面。行。车站里面放了钢琴，可以自己弹。3時32分頃到着と言っております。下り7号は13時32分頃到着。
现在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今天要乘坐去往日本最北端车站的列车，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趟列车了。其实是宗谷线的另外一趟车，是线路是一致的。对，但是它是下午出发的，现在我们1点半出发，然后晚上才能到。是有没有感觉它的造型、它的颜色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未来，像一个铁甲战士一样，是吧？对。接下来我们4个小时就要在它上面度过，带大家看极致的风景啊！耶！啊，这是名副其实的雪国列车。前几天的时候因为大雪停运了，但是现在呢又开通了。我们很幸运，上车快，走，咱们还有几分钟，因为它绝对是关门就走啊。对，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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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车厢，指定席哈，指定席哦，还真是哇，太棒了。这是我们的座位。日本有一个动漫，就是它是完全的，就是用这个火车砖头作为主角的这个动漫。我小时候看的，特别好看。好了，走了。关门了。我们要去北国以北了，北国以北。拜拜。哎，听那声儿。拜拜了，旭川。他在跟我们挥手，刚才那个人就给我们拍照的啊，对，真是太可爱了啊！我白了。经过5天4夜的奔波，我们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旅程。列车驶出旭川，沿着宗谷本线向日本最北端的车站志内进发。窗外的房屋越来越少，路过的小站也见不到等车的人，视线逐渐被大片的雪白覆盖。接下来我们要穿越的是全日本最孤独的一条铁道，而这节温暖的车厢成为了我们穿行在荒野上的庇护所。下一站叫和寒。小雨，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日本的站名都很好听？是的，对吧？很有诗意感觉，是吧？对，你看下一站叫和寒，和寒冷在一起。对，和寒冷在一起。对，我一会儿下去看看啊。这里是和寒站，哇，这个站很有特点，颜色是淡绿色、黄色，然后一个小圆拱，这样和寒站，可能也就停10秒吧。哇，它的那个等车的这个小站台好矮，我不知道是矮还是被白雪覆盖了。拜拜了，和寒站。就这么一个站台。我们行驶的宗谷本线在历史的巅峰期曾有70多座车站，随着道北地区林业和矿业的衰退，年轻人不断向札幌或本州迁徙，沿线的村落迅速萎缩，大量的小站日均乘车人数降到了1人甚至0人。在北海道，有些车站之所以还苦苦支撑，仅仅是为了护送村庄里最后一名上学的高中生。当这名学生毕业，车站的历史使命也就随之终结了。废站的动作在这几年仍在继续，一路上我们经常看到那些被大雪掩盖的残破木屋，其实都是已经被抹去名字的车站遗址。现在正在经过的明记站，曾是交汇着多条铁路线的交通枢纽，这里是通往志内方向最后一个大型车站，等待我们的是北海道人烟稀少的好雪地带。我天哪，这雪！纯自然的，这好看啊！漂亮。这儿一直有一条河啊。这有一铁道桥。哦，上面有车哎。是吧？
我们买了一些好吃的，因为这个路程非常的长，有快4个小时，所以我们买了一些吃的消磨时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智内那边呢有很多餐厅，基本上所有餐厅都是不能预约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到饭。对。而且今天是日本的一个节日，所以有的餐厅可能今天都不开门，所以尤其是去智内那种地方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吃7这种。有点担心啊。对，所以呢，我们俩也买了2个便当，一会儿尝一尝旭川的便当。先吃鱿鱼哈，还有野菜生活。野菜生活，黏黏稠稠的，里边有各种不同的水果蔬菜。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吧，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个，就是有奶油啊、草莓的水果。酸酸的草莓，加甜甜的奶油，是吧？新鲜草莓，很好吃。车站了。美深。这站挺好看哈。摄影大师。你看他玩摄影呢。ポイントの切り替え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が、解消したため運転再開いたします。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ので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我们现在的列车正在行驶在真正的荒原上，在旁边全是白色的。我甚至觉得这回这个视频拍出来只有一个地平线，对，别的对，就几棵树。这真是我们经历过的极致的荒野啊！它不是一个黑白画面，是，但是它真的只有白色。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达这个最北点，实际上离俄罗斯的领土叫库页岛，只有35公里，也就是说，现在按地理上来说，我们应该能就像看到了俄罗斯的那个冬季的荒野，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多人去看溜冰，那个溜冰就是从俄罗斯流过来的。哇，现在外面树上的雪越来越厚了，没有人类的痕迹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冬天来智内还是很好的。是这个体验真好，但是就是车上没什么人，确实是。哇，这是一站。这是站台。这是站台。天哪，这是一小屋是吗？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すぐ運転再開と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たが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由于往来列车晚点，本次列车不能按原发时间开出。现在的预计开车时间是15点22分，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晚了多少了？感谢您的理解配合。没几分钟，可能5分钟。那还行，外边现在雪特大，超级大片的雪。而且刚才我看到了那个鹿就在那个雪原上飞奔，我就没开这相机。刚才用那个车的铃声去吓他们，下路，对，然后让他就跑，驱赶。对。买了2盒旭川的便当。这是我的烧鸟便当。烧鸟。哇，酱油。酱油蒸。这是旭川的特点啊，他会给旭川的酱油。是，真好啊。也不错。有螃蟹。然后这个是什么？好像都是螃蟹的吗？还有鱼子。这属于海鲜便当。列车即将到达伊菲自府站，列车停车时间很短，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这个便当好像没有札幌那个好吃，是吗？对。这是蟹肉不像昨天那个那么的有水分，这个稍微有点干吧。你看天条复古吗？这应该就是直接撒到这个鸡肉什么上面，撒饭上是吧？对。
别说，还真是撒鸡肉上，是吧？有一种甜咸味儿，是烧鸟的味道。红薯，我的最爱。真的？真是红薯。列车刚刚经过因威兹府站，这里是全北海道人口最少的村落，常住居民不到700人。过了这座小站，人类聚居的痕迹迅速被抹去，车窗外最后一点烟火气也被大雪彻底吞没。我们真正驶入了这片土地最冷酷也最纯粹的极北荒野。沿途茫茫的雪原里开始出现野生动物的身影。那边都是路，我都看见了，那边都是路。天哪，我都拍到了，哇，这边全是路。你看那边黑点儿，小黑点儿全是路。他们在岸边呢。哇，天哪！喝水呢。哇，这边好漂亮啊！现在我在我镜头里，现在我在我镜头里看到这些画面，就是冷酷仙境了，冷酷仙境的现实版。哎，我发现只要司机一停，他就在等路，有可能就是路要过这个铁轨，好像是。哇，好漂亮啊！这儿，小雨，你看前头，哇，天哪！我都不想停机啊！这是冷酷仙境啊！简直是假的啊！而且像这种地儿，咱们不可能自己到这儿来了。对呀。就是坐火车，我觉得特别的有那种安心的感觉，是吧？对。哇，漂亮，漂亮，漂亮！你看它现在开得很慢啊，突然间降速了。它肯定是看到路。此刻我们正在穿越北海道最孤独的荒原，就在我的身旁的这个玻璃的外面，就是极致的荒野。我们刚才看到有鹿、有鹰，还有河上躺着那种动物的尸体。我跟小雨两个人坐在这个温暖的火车上，看着这一切，就觉得建设这个铁路的人是非常伟大的，是吧？你想想这个铁路当时建的时候得多艰苦啊！在这样没有人的这种环境现在我们来欣赏风景。疲惫的列车继续向北疾驰，窗外慢慢掠过几个零星的小站。天岩中川那座上了年纪的木质站房，看起来像不像台湾的香山车站？空荡荡的谎言站背后是白茫茫的佐吕别原野。丰富站曾是运送煤炭和木材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地下至今涌动着世界罕见的石油温泉。列车离开丰富站，阳光终于穿透厚厚的云层，夕阳的余晖洒向大地。在视线的尽头，全白色的利尻雪山拔地而起。这座已经休眠多年的火山，奇妙地呼应了我们旅途的起点。就在前几天，在最南端的西大山站，我们同样是望着远处的火山，按下了快門。此刻我们已经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最北端，即将抵达终点。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志内站了，现在是新志内站。现在窗外呢是特别蓝的画面，就是那光特别的蓝，我觉得就是好像这边比我平时看到的都蓝，就是傍晚的时候。可能它太纯净了。太纯净了，而且有反光。对，就是你搭着窗户看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蓝色的光，然后还有树啊什么白雪都能看得很清楚，特别漂亮。它整个这个落日的过程，我们都很幸运的抓到了，而且今天很幸运，还有那种太阳还出来了，虽然说云挺多的。而且我们还看到这个火山，虽然它是被云挡住了一半，对，但是能看到一小半，有点像富士山那个样子。然后呢，我们还半个小时，咱们就看看这个日本最北端的火车站是什么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Go! Wow!
我们到之内了，最北端我们达到了，而且我刚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儿，你过来看，这是哪儿？指宿站。指宿，东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函馆，对，一直到那边，应该是最开始的是那个西大山，这都是我们坐到的站。你看现在这儿下的都是新雪，刚下的雪，这一路的风霜就在这儿。你看，这个冰是带方向的，冰是带方向的，对吧？对，厚一块的冰，你看。留着这冰多好啊！作为纪念。工作人员正在非常快的去换这个方向，看到了吗？对。然后马上这个车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开走。对。天哪，真的呀！日本最北端志内站，还有成功北纬的度数。是。大家对这个也都比较感兴趣。你看，这不是新来的人吗？对。准备上了。然后这个车马上就要往回开了，要回送了，是，还行。我觉得我一激动一亢奋，也没觉得那么冷。但实际上，大家看我们这哈气，也知道，其实我现在耳朵有点凉了。对，比去年要冷多了，我觉得。现在是下午5点35分，其实这已经天已经黑了，彻底黑透了。但是其实，我能看到它的天非常蓝。是。西大山。我们走了很远，在西大山3068.4公里，我们做到了，从西大山到现在的志内，成功！耶！啊！我觉得我们俩经常做这种结尾，是吧？老是耶，成功了，是吧？有好多集了都这样。每次结束都是还是很成功的。是。指宿枕吉线是咱们坐的那趟火车。那火车是吧？去的指宿。哦，在指宿。对。也就是西大山那儿吗？对。对。西大山到指宿都是这个车连接的。棒极了。哈哈哈。他走了。冰点下的使命，哇！你看多少人维护这个车，是吧？多不容易，除雪。哎，你别说啊，现在我感觉这个最北的小站好像不是特别差哈。你看那边很大，那边咱们去看看。嘿，真不错，有点像。好空旷呀，都能听到回音说话。是。哇，真的好远，这个才是真正的铁道的尽头。是。哎，这个是有日期，今天的日期。对，今天的。1、2，走。走。完美，挺好。最早以前的志内站。最后这样。最北端的小站，看这个有意思吗？看你脚下。怎么了？铁轨。哦，这是铁轨啊。对，然后你往那边看，一直就通到那儿。哦，是哎。然后也就是说这是头。哦，那个难道是那个碑吗？我们来找这个真正的铁轨的尽头。这是铁轨的尽头，但是现在铁轨被雪掩埋了。日本最北端，这个实际上是铁轨的那个头嘛。有一个时间呢。他们发现有一些店上面写着定休日，对，就是今天过节，所以有的店根本就不开。那咱俩一会儿要吃点什么呀？咱俩只能先找一下我之前找的店，看能不能进去吃。行。如果不能进去吃的话，咱们俩就得去找便利店。那咱到酒店办入住，赶快出来。对，但是还好，现在就是时间不晚。他便利店好像开到晚上11点呢。啊，是吗？那还好。这个东西我提前查过了，要不然我真的很怕在这儿吃不上饭。街道，对我感觉还是挺亮的哈。是。没有那么说，到这个最北端了，没人管了。对。感觉好像跟那个整个全日本好像都是比较平均。是。没有那种说荒郊野岭电都没通那种地儿哈。这个居酒屋我不能预定，因为它都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也就是现在开着呢。对。那应该我看这意思应该没问题。好像没有车了，走吧。
这儿没车就是真没车呀。我们刚刚到这个志内这个地方，说第一感受啊，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城，但是所有的设施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日本的其他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也没有感觉很残破呀、残败呀。你看，该有的酒店、便利店、租车行都有，甚至感觉它比小樽还好一些，就是也不是好，就是像小樽。对，像小樽，很像小樽。但是这些高楼可能是小樽没有这些高楼吧？对，所以说到了以后，我觉得还好，挺好的。我们现在要先去入住，看看志内的酒店怎么样。对，这是对面有一寿司店，好像也没开。看看那个日本的老皇冠。这个花乐也是一个乡土料理。所以这个酒店多少钱啊？108一晚。对，美金一晚。在最北端，可能价格比咱们这一路都贵一些，贵1倍。对。平时可能50-60。是吧？也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可能这儿贵一点了。最近如果节假日的话，可能更贵，可能也不是这儿特别贵，是这个酒店稍微贵一点。我觉得这酒店还比较好，然后呢，而且我还订了明天早上的早饭，它这个价格是加了明天早上早饭的。据说这个酒店早饭很好，是吧？行，这里行，这不是尾房还不是，这边还有一个房，我们俩是尾房偏房。这地儿不是，它还是一个，先把门开了吧。行，这是门是吗？对，这是门，你看。哦，哇，你好。吓一大跳！这还有洗手池，洗手池在门口。哇，这个房间大哎，挺大的哎，哎呦喂，真大！哟，这真不错哎，这是咱们这一路都是最好的酒店了，竟然在最北端是吗？对，我们订的是2个单人床的原因是因为价格。对，双人床这个房间是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啊，你看这还有大窗户，城市非常的漂亮。桌子、工作台，一会儿我在这拷数据就行了。这是冰箱。哦，这是冰箱。对，哇，哎，他还给了东西。哟，这是什么？青森县产布丁。布丁，真好哎。给了2个布丁。哎呦，还有2瓶矿泉水，矿泉水，完美啊。另外一个小房间，卫生间，还有一桶非常用的水。真行。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不是这坏了，这马桶要坏了就拿它冲。对，或者是。这是经常停水，莫非这会儿老停水？对，我也在想这事儿。然后浴室独立浴室，没有泡澡，所以说因为它有温泉，对，它有温泉，但是它温泉好像是就是半夜都开着，是吗？它好像一直开到第2天早上10点，哇！然后早上10点的时候它会清洁。去吃汤咖喱。我也感觉是轮船的声音。No guns allowed。怎么样？日本是允许带枪是吗？这个店不允许带枪。我还真第一次看这种颜色鸡胗的，加一点盐就行。挺好吃的。还是抻肉，原始的味道。一夹就脱骨了，碎了。我看这鸡肉。太棒了，好吃吗？好吃。都能看到这个天上面的云，蓝色的天。星星还有星星。哇，真冷！晚上的之内是刮风的那种，就是刮脸的那种冷。看人家在干嘛呢？
在铲雪呢，你看。是吗？你看。哦，太逗了！他们总是晚上工作，在这吸完了，然后另外一辆车过来，把这个雪喷到另外一辆车上。哎呦，踩沟里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切一块蛋糕给你吃。那边就是俄罗斯，对，你看这就是黑龙江，虽然不是它的最尖尖吧，对，最尖尖的那边咱去不了。我们现在到日本的最北端了，现在在我们身后就是大海，是地图的尽头，已经不能再往前了，成功！耶！下一站去哪儿？不知道，想一想。好，那我们俩就完成了这次从日本的最南端到最北端的火车行程。我们俩一共花费了5天4夜的时间啊！我是小雨，大白在镜头后面。我们今天会分享一下我们整个行程的所有的花销，以及我从头到尾做的各种的攻略和经验。那也感谢大家把视频看到了结尾，分享一下我们第一个花销，就是我们买的日本的 JR Pass， 就是整个火车的通票。我们俩买的是7天时间的，一共花了10万日币，也就是626美金。我最后会告诉大家，我们俩买了这张票，最后省了多少钱。买 JR Pass 呢，有很多网站可以买，然后呢，我买的这个网站我会把它放在简讯栏里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可以去看。我目前看到的很多网站都是你买了票之后，要去现场柜台去领票之后，然后你才可以去机器上去订座位。但是呢，我买的这个网站是我目前觉得是唯一的可以买了票之后，你没拿到实体票的情况下，就可以在网站上去预定这个座位的。然后你提前预定好座位了，等你到了现场之后取票，然后甚至就可以取后续的车票了，是非常方便的。哪怕你订完之后你后悔了，你在网站上都可以把它取消掉，然后再重新订。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会领取到一张这样的，上面有一个2维码的一张车票，这是你整个行程中都会拿着它的，千万别丢了。对，千万不能丢。它就是一张很普通的纸质车票，但是上面会写着你启用和截止的时间。你拿这张车票和拿着你的护照去预定座位的时候，比如说从旭川到札幌吧，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这张票，上面写着你要坐的位置，还有你的行程以及时间，但是呢，整个行程还是要花它的。最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么多的车票。
那我们俩最终是买了7天的 JR Pass。那这张票到底值不值呢？其实在你出发前就知道了。就是我现在有另外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可以查询到，就是你整个行程都要花多少钱。我当初是把西大山站到稚内站中间所有的行程都输入进去，然后每一段都有，它会告诉我你用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的路程，以及最终要花费多少钱。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整个行程比这个7天票钱要多的话，那你就可以买 JR Pass 了。我最终是省了513美金，我们俩2张票是626美金，相当于又省了2张票钱。那我觉得就非常值了。那冬天去北海道旅行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雪的原因，很多火车都会停运或者是晚点。大家肯定都会想，我先查 Google Map 吧。那我当初查的时候也确实告诉我，新青森到青森站的这个火车早就停运了，就是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当时就很焦虑，但是我后来发现了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可以实时的查询到，就是你要坐的这个火车它到底是否运行。它当然会显示这个路线上是绿色的还是橘色的。如果是绿色的话呢，它就是整个都是运行的，但是如果是橘色的话，就可能是停运或者晚点。你在那个网站上是完全可以查询到这个火车它当时是什么状态，包括你当时在这个车站这个火车都走到哪里了，它也是可以告诉你的。这回呢，我们俩订的酒店完全都是那种经济型的酒店，因为我们俩都是比较节省的人，而且我们俩就是晚上回去的比较晚，早上又走的比较早，所以选的酒店都必须是性价比超高的这种。这次我们俩酒店一共花了536美金。就是还是非常便宜的。我选的酒店基本上都是像东恒啊、APA 这种经济型的酒店，就是它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是什么都有。然后呢，服务都很不错，什么你哪怕没拿什么洗脸的、刷牙的那些东西都会有。然后尤其是我记得这个东恒酒店，我觉得还不错，它离这种 JR 车站非常的近，就是自助 check in， 包括它还有免费的早餐。这个早餐还很好吃，还不错。还有就是我们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稚内的酒店，就是我们俩当时认为稚内是一个极其荒凉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叫 Domi 的一个酒店，早餐非常的好吃，非常的丰盛。尤其是它晚上又有免费的温泉可以泡，然后泡完温泉它还给你免费的冰棒，然后晚上还有那种免费的夜宵。吃饭我们俩最后才花了394美金，便宜啊！就是对，我觉得我们俩吃的还算挺不错的，然后花的非常少。我们全程整个的挑战是从南到北吃各个车站的便当，但是这个便当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的就是这个食材比较新鲜保存，然后又没有味道，在车上吃饭的时候。对，咱们频道的台湾观众说了啊，对冷的便当受不了啊。其实我也有一点儿，我也想热，我老想加热。对，东京那边其实有那种新型的便当，给它下边是可能是那种抽绳子加热的，但是我们忘了测试了。对，我们没有买到，挺遗憾的。如果大家去东京旅游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去东京站的那个便当店。这一个便当店，你就可以吃到它全国的特色的美食。给大家晒一下我们俩的这两个叫什么证明书。如果你到最南站的话，你就可以去他那个小店买一个证明书。对，这个是付费的。这可能20块钱吧。然后你到最北端呢，他会免费给你一个就是站内的证明书。因为我们俩买了一个小本儿，这里面有我们所有的章，非常漂亮，非常推荐。分享一下我们俩这次穿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从日本的最南边，就是鹿儿岛那边吧，那叫亚热带，对，非常的暖和。就是又湿又暖，你觉得有点像哪儿？池上，对，也是绿油油的啊，绿油油的，旁边都是田野。虽然我们俩当时穿的衣服是羽绒服，是为了去北边嘛，然后北走到北海道那边，虽然下很大的雪，但是它的体感温度没有那么的冷，哪怕我们到之内的时候就是更冷一些。我觉得稍微穿一个羽绒服就也可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围脖。就是最好是戴一个围巾，戴一个帽子，然后保证你的头不会就是被风吹到就行了。是，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风还是挺冷的，因为它是海风嘛，尤其是它的车厢里面都有这种加热，旁边都是室内，你都可以进去，非常暖和。这点还真是，每个火车站都有这个待合室。对对对，就非常暖和，它的雪也是非常蓬松的，然后你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冷。就是、你激动，你开心，你就快体温就上升了。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鞋挺重要的。对。就是你最好穿一双防水鞋，没错，不然的话，就是
那个雪虽然不是很冷，但是你踩上去有可能那雪化了，然后它就会让你鞋变湿。底一定要防滑，经常看到有人摔倒。对，就是你在北海道，如果你不摔一下，好像就没有来过这里。而且我当时摔了一次，就是大白一直拉我都起不来的那种滑。那最后呢，我要分享一下我们俩从南到北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们俩花了1557美金，包含机票吗？不包含，因为机票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但是我们俩整个行程花了1550，我觉得这个价格就还是挺好的吧。还可以啊，现在亚洲还是便宜哈。对，还是很便宜。而且去日本，听说汇率的问题哈，还是对，好像汇率现在很低，是，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玩。对，可以去玩。好，那就这样吧。那我们下个行程再见吧。拜拜。拜拜。